凌晨发消息，我从猫眼看到楼道有个拿着刀的杀人狂，正在疯狂杀人。他察觉到我了，他要进来了。我急忙告诫他，无论如何都不要开门，等我过来。就在我仓促赶过去的途中，他又发了3条消息。你真过来了？我开玩笑的，你不会当真了吧？歇歇，根本没什么杀人狂，我逗你的，快回去吧。这会我已经打上了车，一路提心吊胆。看到他发的消息，我有些情绪，差点被你吓死。下次你早说呀。女友倒是轻描淡写，谁知道你会真的过来啊？我就是闹着玩的。怎么，你不会生气了吧？歇歇。我无奈，没事就好，就是下次不要开这种玩笑了，大晚上的有点吓人。下次不会了，歇歇。虽然他说没事，但我还是放心不下，就打了个视频过去。出乎意料的，视频只响了一声就被挂断。怎么不接？我要睡了，好困，歇歇。看着手机里西西这2个字，怎么看怎么扎眼。你西西啥？没啥，今晚开心。我越看越觉得不对，平时女友是比较严肃的性格，像西西这种带有调皮活泼的语气词，她从来不会用。该不会是别人拿着她的手机吧？这个念头一生出来，我遍体生寒，立刻用我的新手机打个视频过去。这么精彩的内容，还得配合我的新手机观看。旧的 Mate 50 Pro 我放转转上回收了1700多，像我换下来的旧手机、笔记本、相机啥的，都会约转转工程师免费上门估个价，价格满意现场打钱，特别靠谱。总之听我的，二手回收认准转转 APP 就对了。这次视频倒是没有挂断，但是响了很久都没人接，我又打他电话。让我意外的是，电话竟然接通了，那头女友声音疲倦。干嘛？我要睡了，好困。我立刻追问，怎么不接视频？女友还是那句，我要睡了，好困。说完他就挂断了电话。司机大哥从后视镜看了我一眼，哥们没事吧？你脸色有些难看。后视镜里我的脸色发白，手也止不住的发抖。在强烈的不安下，我催促师傅快点，告诉他我女朋友可能出事了。司机也不敢怠慢，匆忙往那赶。我给女友发消息，你说句话。女友这次回得很快，直接发了条语音过来。说什么？我要睡了，好困。听到她的声音，我长出口气。刚你不是说有个杀人狂吗？拿刀在你门口，你还看到他杀人了，说的那么吓人。女友打字，都说了是吓唬你的，逗你的，一点都不好笑。女友那边又没消息了，我总觉得她奇怪，可刚才打电话她确实是接了，难道是被胁迫的？那个拿刀的杀人狂闯了进去，威胁她不能乱说话，所以她才会说要睡了。一旦她不听话，那个杀人狂就会杀了她。可能我给她打电话的时候，那个杀人狂的刀就架在她脖子上。就在我悚然之际，女友再次发消息过来，我要睡了，好困，你回去吧。我正要打字，消息又弹出，谢谢。又是西西，我都要被这2个字搞疯了。来的路上我已经报了警，这回我更笃定女友出事，便再次拨打了报警电话。接线员说他们已经派警员过去了，大概25分钟就会到小区。我问司机，我们还有多久能到？司机无奈地指了指前面，高架出车祸了，得一阵了。我心焦不已，再次给女友弹了视频过去。视频在响了10多声后被挂断。让我看看你，我到你楼下了，不然我就上去了。我说完这句话，女友那头显示正在输入中，但过了一阵也没新的消息发过来。此刻我已经很慌张了。司机开口道，急也没用，你就是下车，1个小时也出不了高架桥。好在女友那头终于有了动静，你真过来了？对，我就在楼下，我要上来了。别，我家里还有别人。谁？同事，你不认识，也是个女生，反正是不方便。我坚持。那你开视频？都是下了。我不敢挑明告诉那头，我已经报警了。如果女友真的在他手里，我怕激怒他，令他狗急跳墙。但没想到的是，那头居然主动问我，你报警了？我沉默。你真小题大做。刚才物业给我打电话过来核实，说警局那边收到报案，小区6栋5楼走廊有拿刀的杀人狂。物业问我有没有这么回事，真麻烦，害得我跟物业一顿解释。刚物业跟保安都上来了，人家把我一顿批。我就是跟你开个玩笑，至于报警吗？多大个事，我不是跟你解释过了吗？是闹着玩的。行了，你赶紧给警察打电话取消吧，报假警要拘留的。他的消息不断的发过来，一直在催促我取消报警。我只觉得反常，也愈发心慌。女友又说了一句，神经，不知道有什么好怕的，拿刀的杀人狂，这是法治社会，你不觉得荒诞吗？瞧把你吓的。在说完这句话后，我手机嗡的一声震动起来，是女友打视频过来了。从猫眼看到楼道有个拿着刀的杀人狂，正在疯狂杀人，他察觉到我了。我手机嗡的一声震动起来，是女友打视频过来了。不知道怎么到了这个时候我反而更慌了。司机也直勾勾的看着我，我深吸口气，僵硬的接受了视频邀请。女友那头有些暗，我困了。女友的声音响起，
但镜头却对着天花板。我强行让自己冷静下来，让我看看你。那边突兀的没了动静，我几乎要确定就是那个杀人狂拿着他的手机。但下一秒，女友将视频对准了自己，她敷着面膜，不耐烦道：“我要睡了，好困。”说完，她又调整摄像头给我看她的同事。她同事穿着件浅蓝色的衣服，就在床头的化妆桌前坐着。我直接懵了，女友没事，那个什么拿刀的杀人狂真的只是她的恶作剧。不等我反应过来，女友已经把视频挂断了，同时她还发消息过来。现在满意了吧？说着还附带了一张照片，是在客厅拍的。照片里物业戴着鸭舌帽，手里拿着笔，在询问记录着什么，应该就是警方通知物业。物业来上门核实了，司机小心问道：“刚那个是你女友？看着没啥事，她跟你开玩笑呢，咱还去吗？前面堵得实在太厉害了。”我有些犹豫，女友也催促我赶紧取消报警，烦死我了。我坚持，我快到了，警察可能也快到了，这事可大可小，我还是当面跟人家警官解释一下吧。他没有立刻回我消息，在间隔了半分钟后，他恶狠狠道：“你敢过来试试？”我愣住，也就在这时，手机又响了一下，是女友妹妹小乔发来的信息。哟，你到了吗？我感到很意外。你也去了？小乔紧张。你还没到吗？我姐给我发消息说门外有个拿刀的杀人狂，我马上就过来了。我错愕，女友不是说是玩笑吗？怎么弄得小乔都去了？他也跟小乔搞这种恶作剧吗？小乔追问。你怎么还没到？你比我近啊，你不会没来吧？我赶忙回复，我在高架这儿堵住了。小乔焦急，你快点吧，我姐真出事了。我手有些抖。他说是开玩笑的，让我不要过去，说家里有人不方便，还开视频了。他跟我也是这么说的，说那是个玩笑，那个杀人狂根本不存在，他让我不要过去。我激动，还不让你报警，对不对？对，他跟你说了一样的话是吧？他一定出事了。你怎么判断出来的？小乔郑重道。因为之前我们有过一个暗号，一旦收到这个暗号，就说明遇到了生命危险。什么暗号？小乔慌乱地打出一行字：我要睡了，好困。我立刻呼吸急促，快速往上翻动聊天记录。干嘛？我要睡了，好困。说什么？我要睡了，好困。我要睡了，好困。你回去吧。我猛地惊醒，他一直在跟我求救。小乔也在这时将他跟女友的聊天记录发了过来，聊天内容几乎和我的一样，也在反复地说着这句话。小乔着急，我已经到我姐楼下了，单元门是锁着的，呼叫铃也坏了。他给我拍了一下楼下单元门的照片，门锁紧闭，呼叫铃被人用刀砍得报废。我问他，你没告诉你姐你过来了吧？没，我知道她现在被那个杀人狂威胁了，所以我没说。我又问，你一个人吗？怎么可能？我跟我男朋友一起过来的，他去物业找保安了。我提醒他，你先找地方躲起来，警察估计快到了，我这回还在路上堵着，千万不要一个人上楼，那个杀人狂有可能在楼道乱逛，被他撞到你就危险了。我知道，我在等我男朋友。他还没消息吗？让我加他一下好友，你把他给我推过来。我跟小乔的男友只是见过2次，互相并没有联系方式。小乔那头很快把她男友推了过来，是个绵羊头的头像。我留言，我是碎碎的男朋友，我快到了，加我。好友申请发过去，却迟迟没有通过。司机的导航上一片红，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通过。车子跟蜗牛一样龟速的向前。我问小乔，你男朋友怎么不加我？小乔那头也没有回复。我想给他打个电话，可又怕他已经躲起来了，手机铃声会惊动那个杀人狂。抱着手机焦急的等了一会，小乔的消息终于又发了过来。哟，完了，二蛋说物业一个人都没有。他还转发了一小段视频过来，是二蛋拍的，挂着物业办公室牌子的屋，漆黑一片，房门紧闭，灯都没有开。小乔慌张打字，咋办啊哥？物业没人，保安也不知道哪去了。我谨慎，让二蛋别乱跑了，先让他加我。还没加，我已经跟他说了，我让他赶紧加，你等一下。他说完没多久，手机立刻有消息弹出，但不是好友通过申请的提醒，还是小乔。他告知我，哟，二蛋刚发消息说找着物业的人了。我追问在哪找着的？小乔回复说是在小区楼下，物业的人巡查碰到的。二蛋正好遇到了，他跟物业说明了情况，物业听到楼栋有个杀人狂，他们也很意外，说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。我男朋友现在让我过去找他，他们就在物业办公室，我们一起上去，保安也在。我们就不等你了，有什么情况我再跟你说。我急忙阻拦道，不对，你先等等。我家的猴子聪明似妖，不仅会做数学题，还会拜着讨钱，可一到半夜就会大声啼哭。我家祖祖辈辈都是开马戏团的，可饲养的动物从来只有一种，那就是猴子。我问我爸，马戏团就一种动物能赚钱吗？可我爸冷哼一声，你懂什么？咱家猴子可不一样，个个都有本事，聪明着呢。果然如我爸所说，每只猴子的特点都不一样，有的会做数学题，有的会给我爸讨钱，有的还会写毛笔字。每天晚上表演一开始，就会涌进大批的观众，我爸因此赚得盆满钵满。可奇怪的是，这些猴子一到晚上就会发出阵阵啼哭。这天睡觉的时候，我被一阵沙哑间断的声音吵醒，好痒，帮我抓挠一下，我的脚趾头露出来了。我直直坐起身，发现那只独眼猴子就站在我的床边，
他见我醒过来更兴奋了，大嘴张合着，帮我，快帮我挠一下。我吓得瞬间汗流浃背。爸爸，快来，猴子成精了，猴子会说话。听到我的呼喊，我爸迅速赶过来，一见到那只猴子，我爸的脸色瞬间变得很难看，拎起那只猴子转身去了仓库。接着我隐约听到猴子的惨叫声和我爸的咒骂声。你还敢说话了？再乱跑试试，下次再不听话就和他一样。我有点好奇，他在窗户缝里偷看，不一会我爸就拎着一张猴皮出来了，我吓得浑身一颤，难道我爸真的把那只独眼猴给嘎了？过了几天，我爸外出出差，回来的时候竟然带了个小女孩。本来说是去收猴子的，半路遇上这么个可怜的孩子，一个人在街头流浪，我看着可怜就给带回来了。那小女孩叫彤彤，很会察言观色。叔叔，我不会白吃你家的饭，我会帮你赚钱的。我爸听后特别高兴，像是对彤彤特别满意。在接下来的几天里，彤彤整天都和我爸待在屋子里，我爸专门找了老师教彤彤吹笛子。彤彤很聪明，1个月就学得像模像样，可我爸看他的眼神也越来越奇怪。我听他喃喃自语，学吧，多学点，我就能赚更多的钱了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我本想着带着彤彤出去玩，可找遍了所有的房间都没有看到他的身影。我着急地问我爸，爸，彤彤不见了，我找遍了所有地方都没发现他。我爸怪笑一声，我把他送走了，有人领养他，那家人条件比我好，不用担心他，别愣着了，快去给猴子喂饭。听到彤彤走了，我有些失望，可在给笼子里的猴子喂食时，却发现那只独眼的猴子又出现了。他的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，似乎比之前变得温顺了许多。到了晚上，马戏团表演准时开始，我发现那只独眼猴不再像之前那样表演写毛笔字，竟然开始吹起笛子来。台下的观众都在拍手叫好，而我的冷汗止不住地往下流，因为独眼猴吹的曲调是彤彤最喜欢的那首歌。我猛地反应过来，几乎笃定独眼猴是彤彤变的，是我爸把它变成了猴子。等到表演结束后，我偷偷跑到关猴子的仓库，冲着独眼猴小声说道，彤彤是你吗？而独眼猴睁大眼睛轻轻点头，似乎默认了。我问彤彤，你是被我爸逼迫的吗？想不想出去？没想到等我问完，笼子里被关押的所有猴子都凑了过来，像是在恳求我救他们出去。我这才明白过来，为什么我爸说我家的猴子与众不同，原来他们都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。反应过来的我刚要用钥匙打开牢笼，这时一道黑影突然出现在我的身后，猴子们吓得后退几步。那道黑影正是我的父亲，他恶狠狠地冲着我说，酱汁，我们家的秘密竟然被你发现了，你可要保守这个秘密啊。我吓得浑身颤抖，只好妥协地答应，爸爸，我会的。可我爸却阴森森地笑道，我怎么有点不信呢？接着我被打晕过去。等到第二天晚上马戏团表演开始时，舞台上又多了一只猴子。深夜，寂静的业主群里突然跳出一条消息，死亡讣告，幸福小区4号楼孙振国先生于4月1日不幸去世，深感哀痛，仅此讣告。4月1日，明天。我一脸疑惑的又看了一遍，长这么大不是没遇到过死人的情况，可来自后天的死讯还是第一次遇到。发错了时间，还是有人在恶作剧，下一秒消息被人撤了回去。我不自觉地舒了一口气，一眨眼的功夫，对方又发来消息，这一次不仅有讣告，还有一项黑白照片上的男人一双凶悍的眼睛却是笑眯眯的，透着一股诡异。照片上的男人我认识，他的确叫孙振国，住在3单元，可他活得好好的。不久前去超市时，我还遇到他来买烟。带着好奇，我点开了对方的头像，一望无际的黑，连昵称也是空白的。点开他的朋友圈，只有一道黑线。我正在疑惑，手机突然响起，孙振国亲自出来辟谣：你竟敢诅咒老子，是活腻了吧？你是谁？赶紧滚出来！有本事咱们单挑！孙振国的火爆脾气一下子上来了，开始在群里骂骂咧咧，可对方一直没有回复他。他不甘心，又艾特了楼长，问他黑色头像是谁。楼长查了一圈也没弄清楚对方的身份。孙振国一肚子火没处发泄，在微信群里不停地发送语音，输出毕生所学的脏话。然而对方依旧没有现身。本以为闹剧就此结束，可第二天孙振国真的死了，死于车祸。我第一时间想到的是那个提前发布的讣告，忙不迭地打开手机，意外的是那个讣告竟然消失了，连同发布的人也不在群里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不对，孙振国聊天记录还在，他不可能对着空气发疯，这也太邪门了。最初小区里人人自危，生怕那诡异的讣告上会出现自己的名字。庆幸的是死亡讣告一直没有出现。3个月后，大家渐渐遗忘了这件事。然而在生活回归平静时，死亡讣告再次出现了。下班回来的我突
突然看到单元门口贴着一张白纸，上面森森然地写着一段血红色的大字：二单元赵硕先生于7月25日离世，哀痛万分，仅此讣告。明天就是7月25日，真的又有人要枉死。赵硕是我的初中同学，初中毕业后就出来打拼，看到讣告上是他的名字，我忍不住发去语音询问：赵硕，你看到门口贴的讣告了吗？我看到了。你说我怎么这么丧呢？好端端的我招谁惹谁了？或许是被吓破了胆，他说话时止不住的发颤。我已经报警了，孙振国的死太震撼，太恐怖了，我不敢拿生命开玩笑。10分钟后，2台警车驶进了小区，先是把贴在墙上的讣告撕下，随后帽子叔叔分成3组，一组查看监控，一组重点研究赵硕的生活轨迹与人物关系，一组群访小区住户，寻找杀人线索。整个小区陷入了恐慌和恐惧之中，可赵硕还是死了。25日清晨，伴随一声凄厉的惨叫，赵硕破窗而出，接着是一声闷响，死在众目睽睽之下。这哪是讣告，这简直就是催命的符纸。此时业主群变得躁动起来，大家惴惴不安地议论着当下的情形。赵硕跳楼了，他和之前死的那人到底有没有关系？谁知道呢？这也太邪性了，我现在连大气都不敢喘。谁说不是呢？第一次觉得我命由人不由己，该不会是咱们小区犯忌讳吧？要不然怎么会频繁出事？要不找个风水大师瞧瞧。看着大家沮丧的发言，我的心也陷入了谷底，头上仿佛悬着一把无形的刀。警察对这件事高度重视，设置了大量警员进行勘查。调查结果显示，案发现场没有第三人的痕迹，种种迹象表明赵硕属于失足坠楼，暂定为自杀。业主们总算松了一口气，可我没想到，下一个出现在死亡讣告上的名字竟然是我。咚咚咚，你的外卖到了。夜晚的敲门声竟让我有些心惊肉跳。麻烦放在门口，谢谢。外卖员应了一声后，脚步渐行渐远。我蹑手蹑脚地打开门，迅速将打包袋拿进房间，随后将门反锁。取出外卖盒的刹那，我一下子愣了。盒子的底部粘着一张折叠的白纸，颤抖着双手打开白纸，又是一张熟悉的黑白照片。死亡讣告：3单元将之女士于8月20日不幸死亡，深感惋惜，仅此讣告。看完上面的每一个字后，我的手一抖，电话掉到了地上，好像被晴天霹雳击中。这是我的名字。为了给自己争取一线的生机，我迅速报了警。挂断电话，手机显示为10时50分。我忐忑不安地祈祷着警察能尽快赶到。时间1分1秒的流逝，强烈的恐惧下，让我的头昏昏沉沉。我吓得躲进了卧室里。突然客厅里传来奇怪的声响，像是鞋子摩擦地板的声音，紧接着声音渐渐离远，好像进了厨房。再从厨房出来后，推门去了隔壁的卧室，耳边真真切切的推门声让我确定他真的来了。我的脸色陡然变得苍白，手也不住地发抖，颤抖的嘴唇咬紧牙关，极力不发出一丝声音，贴着房门蹲了下来。突然一阵敲门声响起，我的脑袋轰的一下炸开了，浑身止不住地发抖。接着传来一个极为温柔低沉却透着杀气的男声：江之，看到你的讣告了吗？我来送你上路。咚咚咚，把门打开吧，也逃不掉的。男人嘿嘿一笑，锁了门就万事大吉了吗？下一秒是钥匙转动的声音，我不禁将脑袋探出来，门口一双邪恶的眼睛紧紧盯着我，我被吓得瘫倒在地上。别过来，我根本不认识你，求求你不要伤害我。他愣了几秒，也不认识我正常。你还记得宋玉吗？我是他哥哥。他眯着眼睛，咬牙切齿地问：宋玉。听到这个名字，我的心猛地一沉。初中时代，家庭优渥的我无人敢惹，大家争先恐后的巴结我。宋玉是插班生，虽然是个乡巴佬，学习成绩却格外好，加上她长相甜美，很快就得到老师和很多同学的青睐。我觉得宋玉威胁到了我的地位，把她作为假想敌，处处针对她。于是我找了关系要好的2个朋友，制造了一场绑架案。这件事发生不久，宋玉就退学了。最初我很愧疚，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渐渐淡忘了这件事。想起来了吗？他阴森森地开口：我知道错了，你放了我吧。宋玉退学我也很难过，我只是想吓吓他，没想怎么样，他应该去别的学校读书了吧。读书？他死了，被你害死的。什么？宋玉被关在一个破房子里1天1夜，早就吓坏了。终于有人打开了房门，他以为自己获救了，没想到又遇到了一个恶魔。被欺负的宋玉患上了抑郁症，最后从楼上跳了下去。你们都该下地狱！男人用力掐住我的脖子，声嘶力竭地吼着。我缺氧到喘不过气，2只胳膊奋力又徒劳地挣扎。我不知道会是这样，我只是让赵硕吓吓他，对不起。道歉的话亲自对宋玉去说吧，我这就送你去见他。再次睁开眼睛时，我安全了。宋玉哥哥被赶来的警察制服，正在接受审查，似乎预感到我醒了，他猛地看向我，眼里再次杀气腾腾。我害怕
怕的将头缩了起来。意外的是，让人闻风丧胆的死亡讣告，始作俑者竟然是我。当初是我指挥赵硕和另一个同学绑架了宋玉，另一个同学在大学期间因病过世。孙振国就是闯进破房子的恶魔，他和赵硕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。我似乎是个幸运儿，可现实告诉我良心的谴责和深夜的噩梦，让人生不如死。我不配得到受害者的原谅，只能祈祷校园霸凌越来越少，所有的孩子都能健康快乐的长大。1月1号开学第一天，我刚踏入校园，喇叭里便播报起奇怪的规则。欢迎来到降之中学，你们将在这里共同度过3年时光，请遵循以下规则：一、校内不得恋爱，如有人向你示爱，请立刻上报教务处，那人已经不是你同学了，学校会对那位同学进行清除。2、不得将食品带入教室，食品来源是食堂，如发现有同学私自携带食品，请上报班主任，你不会在第2天看到他。3、所有学生每天上午9点50分都必须前往操场进行跑操，如果身体有问题，也不得滞留教室，去操场散步是个不错的选择。4、男生在校不准烫头、留长发，如有发现，请立刻上报导员，导员会亲自处理。5、下午6点25为放学时间，放学后请务必前往食堂用餐，并在7点前返回教室。从食堂回到教室后，请坐下并自习，任何人不得离开教室。6、请所有学生在食堂1、2层用餐，所有教职员工及教师子女前往食堂3楼用餐，我们为您提供点餐服务，学生不得前往3楼。7、假期是真实存在的，周末学校会正常放假，虽然学校不会强迫你上课，但请你周末上午7点自觉到校，晚上正常自习。8、请按时上交作业，认真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，如果没有完成，你的安全就不会得到保障，但注意，学校没有体罚学生的行为。9、请在9点30分之前进入宿舍，10点整宿舍会准时熄灯，不得在宿舍使用大功率，不得使用吹风机。10、学校没有体育课，如发现体育课，请立刻通知语文、数学、英语老师，他们会知道怎么做。切记，这是一份秘密校规，你们一定要按时上课，不得旷课、迟到、早退，请每一位学生务必遵守。